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点实在的，关于怎么在搞钱这条路上少走弯路。我总结了10个底层逻辑，每一个都像是一把钥匙，能帮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一，别再顾忌所有人，利益才是真相。你是不是常常纠结于人情世故，生怕得罪了谁？我告诉你，关系都是假象，利益才是真相。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扎心，但它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你想想看，那些真正能帮到你的人，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你身上的价值？而那些看似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一旦没有了利益连接，很快就会烟消云散。所以，别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人际应酬上，把精力放在如何创造价值，甚至想办法让别人占你的便宜。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，但细品一下，这才是赚钱最大的套路。当你能让别人实实在在地得到好处，他们自然会愿意跟你合作，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。2，赚钱要趁早，吃苦是自己的事。如果你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那请你务必抓紧时间去搞钱。这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残酷的事实。你不吃苦，你的孩子会更苦；你不承担，你的父母就要替你承担。这个世界上，只有金钱和银行卡不会欺骗你，其他的都可能是假的。当你需要帮助时，朋友可能爱莫能助，家人也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唯一能给你底气的，往往就是你银行卡里的数字。所以，成长和赚钱永远是王道。当你手里有钱，你才能有更多的选择，才能更好地保护你爱的人。3，戒掉一夜暴富的幻想。是不是总有人告诉你，某个项目能让你一夜暴富？醒醒吧！贪图一夜暴富，或者指望天上掉馅饼，那都是空想。这种馅饼掉下来，不是给你吃的，而是来害你的。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事情，都需要时间的沉淀。比如，你看那些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哪一个不是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和坚持？做许多事情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，只有一去不停止才是高人。所以，沉下心来，踏踏实实的去积累、去学习、去成长，这才是正道。4，远离负面圈子，寻找正能量。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人，总是嫌你穷，怕你富，恨你强，笑你弱，还互相内斗？赶紧远离他们，这样的圈子只会把你拖入泥潭。找一个积极向上的圈子，会让你进步更快。俗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的圈子是什么样的，你可能就是什么样子的。和那些充满正能量、积极进取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和行动都会发生积极的变化。5，认知决定财富，你的钱要和认知匹配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偶尔运气好，赚了一笔钱，结果很快就因为各种原因亏掉了。这是因为当你的认知水平和财富不相匹配时，你靠运气赚来的钱也会很快凭实力亏掉。财富永远是对认知的补偿，而不是对勤奋的嘉奖。很多人忙忙碌碌，吃了很多苦，却依然赚不到钱，就是因为他们懒得思考，懒得提升认知。要想真正守住财富，甚至让财富增值，你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6，人脉是你能帮到的人。很多人对人脉有误解，以为人脉就是那些能帮到自己的人。错了，真正有用的人脉是那些你能够帮到的人。你只有先能给别人提供价值，别人才会认可你，才会愿意跟你建立连接。如果你总是想着从别人那里获取，而自己没有可提供的价值，那你的人脉不过是一堆单向的索取。所以，去思考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去靠近他们，学习他们，最终成为他们。当你变得有价值时，真正的人脉自然会向你靠拢。7，提升你的稀缺性，价值为王。如果你想拥有更多的财富，那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稀缺性。这在职场和创业中都非常重要。
稀缺性是什么？就是你拥有别人不具备的技能、知识或资源。当你的价值是独特的、不可替代的，那么你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。所以，不要满足于差不多，要不断深挖自己的潜力，学习新技能，掌握新知识，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。8. 赚钱没有捷径，死磕成长，贡献价值。赚钱有没有捷径？这个问题我只能告诉你，赚钱没有捷径，而是要死磕自己的成长，死磕贡献客户价值。当你天天寻找捷径的时候，你就会沦为韭菜。那些打着速成、一夜暴富旗号的项目，大多是收割智商税的。真正能赚到大钱的人，都是那些愿意沉下心来，不断学习成长，提升思维，并真正为客户解决问题，贡献价值的人。这才是赚钱的根本逻辑。9. 高频低价的赚钱思维。这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思维，叫做穷人是低频高价，富人是高频低价。什么叫高频低价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产品或服务能被很多人使用，而且价格不需要很高。因为使用的人多，即使单价不高，总量也能非常可观。互联网就非常符合高频低价的逻辑。比如很多单次使用可能不要钱，或者只收很少的费用，但因为用户基数庞大，最终也能创造巨大的价值。所以在考虑你的产品或服务时，可以思考如何通过高频低价来扩大市场。10. 跟随商人，敢于搞钱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年轻人，我给你们一个建议，多跟着商人走，而不是跟着公务员走。这不是说公务员不好，而是说他们的思维模式不同。商人的脑袋里整天琢磨的是怎么赚钱。如果你天天跟着商人走，学会了赚钱的门道，你还会那么在意所谓的铁饭碗吗？很多人怕流言蜚语，怕不合规矩，怕别人说3道4，结果什么都不敢干。但那些厚着脸皮敢干的人，尝到甜头了，也就无所顾忌了。有的人用一辈子去赚钱，却也没赚到多少钱，而有的人用2、3年就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？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平说过，想要积聚财富，单靠努力是不行的，你得看懂赚钱机会背后的逻辑。所以要想挣大钱，你得明白搞钱的底层逻辑。搞钱的深层逻辑，跳出体力陷阱。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忙就能赚到钱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。如果单纯吃苦有用，那如今的首富只会是一头拉磨的驴。赚钱不是靠忙，而是靠想。大部分人之所以穷，并不是因为怕吃苦，他们996加班，甚至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在体力劳动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懒得思考。动脑筋多麻烦啊，人性就是这样，喜欢简单不复杂的东西。你让一个上班族下班回家看金融类书籍，他肯定不干，看这些难懂的东西还不如玩手机刷短视频。所以大部分人忙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也没赚多少钱，还落了一身病。而那些一辈子琢磨如何才能不劳而获、无中生有，打造资产项的极少数人，这辈子除了喝茶吹牛什么都没干，却赚了几千万，而且这些都是被动收入。人性的特点是什么？趋乐避苦，趋利避害，喜欢偷懒，喜欢速成。而赚大钱的人都是反人性的高手。你能顺应多少人的人性，你就能赚到多少人的钱。赚钱就是放大人性弱点，然后解决需求，别人就会主动给你送钱。比如朋友懒得做家务，家里就添置了各种家务电器，
扫地机器人、洗碗机、洗衣机，最近又入手了一个自动炒菜机，囤一堆净菜，免洗免切，真的很方便。穷人想暴富，就沦为了彩票、股票、理财、快赚课程的韭菜，被反复收割。富人注重养生，像青春永驻，保健品行业、医美行业应运而生。所以要想挣到钱，一定要去研究人，因为钱来自用户，买家来自有需求的人。钱的流动无非就是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你给他，循环往复。所以发财就是一场玩弄人性的游戏，看透了人性，赚钱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你能反自己多少的人性，你就会拥有多大的成就。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趋乐避苦，急于求成。殊不知，当你天天找捷径找速成的时候，你就会沦为韭菜。而真正能赚到钱的人，都是反人性的高手。比如一个赚钱项目，普通人做1个月没挣到什么钱，心态崩了，直接放弃，而高手都能静下心来死磕，他们的学习力、执行力、自律远超常人，但这些反人性的素质不是人人都有的。其实赚钱的路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拥挤，无非是刚出发的时候看到好多人都涌进来，而在行走的路上，当初一起出发的人会越来越少，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人顶多也就当初的20%而已，甚至更少。所以真正能赚大钱的人都能抵住人性本能的诱惑，去做难且正确的事。只有意志向下的惰性，人生才会向上生长。穷的时候，面子最不值钱。李嘉诚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懂事了；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成功了；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。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、吹牛，什么都不懂还装懂，只爱所谓的面子时，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我发现许多人太注重面子了，为了撑门面，更怕被人瞧不起，借钱借贷都要买奢侈品，以此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成功。而那些也曾是穷人出身的有钱人，哪一个不是靠省吃俭用，放下脸面，积累原始资本？在我看来，面子没什么用，不过是一个虚无的东西，搞钱才是王道。当一个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，脸面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看懂这些，财富才会向你涌来。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，不是对勤奋的嘉奖。2000年前的盐铁论就已经向我们揭露了赚钱的本质，那就是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；利在局势，不在力耕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要想拥有真正的财富，从来不是靠单纯的劳动，而是要掌握商业的运作逻辑才是关键。要想获得巨大的利益，也不是靠无意义的吃苦，而是要对局势有清晰的判断，吃上红利。很多人一辈子也没听过，更不用说能有幸悟透这句话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主要来自认知差、信息差、能力差。往往一个人的认知，就最终决定了在社会这个生态位中所处的位置，还远远没有到拼能力的地步。所以这很残酷，财富永远是对认知的补偿，而不是对勤奋的嘉奖。赚钱的本质是为了增加选择权。富裕意味着对稀缺资源，尤其是大众都想获得的稀缺资源，拥有控制力和选择权。你拥有财富多少，决定了你拥有的选择权多少。比如同时奋斗，穷人被迫奋斗，富人选择奋斗。你拥有的选择权越多，就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越少，因为不在同一圈层，根本不会成为对手。99%的人赚钱模式都错了。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赚钱模式，就是把自己宝贵的时间不经过任何的加工直接卖出去，而且在单位时间内只卖给一个客户。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收入不是线性增长，而是在过了40岁之后开始往下回落。而且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抗风险性很弱。
一旦经济周期出现波动，或者受宏观政策调整，服务的客户受到了影响，因为自己只服务一个客户，自己的收入会出现明显的下滑。同时更会出现同一个岗位大家互相竞争，严重内卷，互相砸价的情况。这就是 99% 的上班族一辈子无法实现财富自由的根本原因。4. 把自己产品化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得从基本认知上发生转变。你得知道，自己这一辈子的财富都是从自己的时间里挖掘出来的。时间其实并不公平，你想想你每天在做什么？复印材料，做 PPT， 路上通勤，做家务，做饭。你的24个小时有一半是被这些不得不做，但是带不来价值增量的琐事占用的。而你的老板在做什么？老板可以雇佣别人去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，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那些能带来价值增量的事情。他花钱把那些琐事都外包出去，从此获得了更多的时间。看到这里，感觉到绝望吗？没什么可以绝望的，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，你才会成为这个成人世界里真正的玩家。你不再妄想一些不可能的事情，你也才真正的摸到了财富的门道。谁更早的意识到这点，谁就拥有了更高的起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每天给自己留下冗余时间。无论再苦，无论再累，也要留出时间去做那些复杂的事，那些能够真实提高自己赚钱能力的事，那些能够带来价值增长有积累的事。获得财富的底层原理就是把自己变成产品化。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产品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然后为这个世界交付你的价值。成年人的世界只认价值。当你把自己的客户从一个变成多个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再焦虑。为什么别人赚钱容易，你却觉得难？别人赚钱容易，自己赚钱难于上青天，似乎是多数人的难题。有的人选择孤注一掷存钱创业，有人在郁闷中终日烦恼，但创业的不一定都成功。为什么呢？思维方式是关键。我们来举2个例子，帮你理清思路。例子1，如果你发现一个项目，自己做1个月可以赚2万元，请一个人来做，给他开8000的工资，你每月赚 1.2 万，你是自己做还是请别人为你打工？如果你觉得当然是自己做啊，干嘛请人呢？那么这可能就是你觉得赚钱很难的原因。例子2，如果有个项目你觉得应该能赚钱，自己也考察过了，但是要投资10万，自己手上只有1万，你会不会借钱来做？如果你觉得风险比较大，不会借钱来做，那么你可能觉得赚钱很难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？关于例子1，自己做不请人，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思维。你看到路边的超市或者小饭馆里的老板，他们就是这类人。而你看到的各种连锁店，比如肯德基、麦当劳及其他店铺，他们是另外一类人。关键点是什么？思维不一样。如果你一个人做这个项目，1个月2万，那么你做1年也就20万，做10年也就200万。但如果你换一个思维来思考，我这个项目能赚2万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推广开来，发展成几百上千个项目呢？尽管我一个项目少了8000，但是我可以通过量来取胜。如果你天天都做这个项目，你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找其他的项目，你赚钱的局限就在这里了。所以你想赚钱比较简单，就需要放弃一些传统的思维，比如什么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比如什么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因为这些观点对大部分人来说绝对的正确，但是对于想做成事情的人来说，未免太局限了。你的工作不是在具体事情上纠结太多，你需要厘清思路，找到合适的人来为你创造价值。另外一点，你请人来做之后，你会想，我既然能找到2万的项目，我是不是可以找到20万、100万的项目呢？例子1就是想告诉你，你觉得赚钱难，是因为你的观念陈旧，不知道钱从哪里来，又不知道怎么利用钱来生钱。
关于例子2，很多人不愿意冒风险，喜欢安逸，就怕遇到点什么事情。说到底，就是没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。所谓成功人士或者赚到很多钱的，在事业开始阶段，就有一种大不了亏几百万，亏5至10年的时间来还债，只要人不死，就不怕的这个魄力。比如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借钱来做事的。你觉得他们比你聪明吗？不是的，他们能赚到钱，就是他们不怕死。当然，社会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说好不说坏的。你看到一个人赚了很多钱就羡慕，却不知道可能有几十个人真的亏了几百万，真的用好几年用来还债的。如果你想赚钱，需要负债几十万，你敢不敢去做？我自己就有一个亲身经历。当时快递开始承包制，我们这一片有个点需要承包人投资10万。当时一个快递员来跟我说这个事情，他说绝对可行，但是没有钱，问我投不投钱做。我当时身上就1万块钱，并且我一年开销比较大，存钱不够2万的。如果我砸下10万来做，我真的要工作5年来还债的。我仔细分析了下，觉得风险虽有，但是还是不错的，就立马跟同学去借钱，2天时间弄了10万交过去了。到今年我债务还清了，每年还能坐地生财10多万。另外，我给快递开的工资是5000左右，如果我自己做，一年可以多收入6万，但是我并不自己做，我请了一个快递来做。我跟同学也开有网店，我们也请人来做。那我自己在做什么呢？我就是找项目，找资金，找合适的人来干活。赚钱轻松的秘诀：资源、机会和个人素质。回过头来，为什么别人觉得赚钱那么容易？1、资源积累。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，要家底没有家底，要社会资源没有社会资源，除了力气或者所学的专业知识，其他的非常缺少。但是这些都是可以积累出来的，可以通过几年的社会交际，几年的工作经验，积累大部分的人脉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要保持一颗奋进的心，要与优秀的人共处，总会有机会来找你。2、学会抓住机会。所谓的机会，不是别人拱手让给你的，需要你去发现，去把握，看到觉得可行的就立马去做，做不成了再想办法，实在不行的就从头再来。但是如果遇到你觉得是机会的，就不要放弃。3、提升个人素质。这里的素质不仅仅是人品方面的，更多是一种学习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执行力。同样的一个东西，别人搞不来就放弃了，你就应该想尽办法去搞定。这种事情做多了，你才能从优秀到卓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同样是工作，我记得12年刚毕业的时候去上班，很多人都是朝9晚5的，接下来就是上网看电视，出去玩玩。我稍微有点不同，我会去找工作中的难点去攻克，也会从公司角度去想问题，把个人觉得公司目前不好的方面写下来，并把自己思考的解决方式写上去，适当的时间交给上级，如果他们有反馈跟你讨论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想法有比较好的地方，也有比较不成熟的地方。久而久之，到你真正执掌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公司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。所以赚钱的多少，创业成功与否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眼光和境界的高度，思维的宽度。普通上班族眼里现在只有工资，减小消费，增加存折余额，而商人们的眼里是商业模式，商业运作。其次，虽然每个人的努力程度、资源、天赋、运气不尽相同，肯定不是单纯的努力就能够脱颖而出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但是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努力的你比不努力的你境况会好一些。希望这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，让你在搞钱的路上少走10年弯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